小笨蛋，乖一点，叫姐姐。够感才给力，采访编综艺。你好明星，你好双子座，同道大叔的粉丝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预言。情绪波动起伏，有时候一天想换3个签名。为什么要换签名？就让全天下知道我在怎么想吗？我觉得大可不必吧。双子会常处于自我怀疑和自我和解的循环吗？我觉得不会吧，我不会自我怀疑，我都是自我认可，没有那么多的内心戏，所以这是双子座的那个特点是吗？哦，我好像有点不双子哎，那怎么办呀？我可能都是叉子。会借着分享歌，然后希望某个人 get 到自己的心情吗？这个会，不是就是说一定是某个人或者是怎么样的，就比如说我今天发工资了，我很快乐，然后我就会分享一个很开心的歌，我的歌单里是有这样的歌。那如果你的新歌出现在朋友圈，可以暗示什么心情呢？就是目中无人吧，反正就有一种不能抒发的情绪吧。心理年龄区间是3岁到99岁。这个会吧。做幼稚的事情的时候，就觉得自己幼稚，好像说了跟没说一样。会跟小动物说话，哪怕我知道他不会回答我，但是我也会跟他讲话，聊得有声有色呢。话说99岁吧，觉得人生平平淡淡真好，感觉自己看破红尘，有时候你可以试试那什么猫语翻译器，可以听懂他说什么。我不想知道他在讲什么，我就是想跟他讲话而已。撩双子难吗？我觉得挺难的，可能你还没有撩他之前，无形中他就把你给撩了，看破一切把戏吧，我觉得。Who 的哪一句歌词让你觉得说就是在唱预言本人？因为这首歌歌词是大部分是我自己揣摩过，然后我自己写出来的嘛，所以我觉得其实很多都像我内心所讲，内心所说。会有这种什么灵光一现的瞬间？会啊，我很奇怪的，我这个人在洗澡的时候洗着洗着，哼着一个旋律，我说这个旋律还挺好听，赶紧拿那个手机然后录下来，然后我再继续回去洗。如果让你给预言南方粉丝和预言北方粉丝还有预言撒娇能力排个序的话，我觉得应该先是南方，再是北方，再是我自己。你能做到极致的撒娇大概是啥程度？我觉得我没有上限。如果有什么极大的诱惑，我可能愿意突破自己。我为什么会突然撒娇呢？那只有可能是演的。那你能总结预言南北方粉丝的特点吗？我记得我上次去厦门吧，我的天，真救命！我真大喊救命！怎么好意思当着这么多人的面说这种奇怪的话？不是什么不好的话。然后北方说那种网络上的那种土味情话。这该死的魅力爆炸的家伙！冰淇淋，因为被你融化了。好尴尬呀！我觉得他讲不尴尬，我都要尴尬死了。你觉得预言的粉丝够野吗？野是怎么个野法？他们其实还挺乖的。然后他们下面就开始发疯了。那他们不乖，他们不乖。社恐状态的预言和社牛状态的预言分别是什么样子？聚会啊、聚餐我都不会去，哪怕就是关系特别特别好，好像只有在舞台上会社牛，台下很多人我也会做自己喜欢做的事情。你会对游戏玩得好的人有滤镜吗？做什么事情能做到很好，我觉得都是一个很不错的事情。游戏里有被骂过吗？有过。真的玩的次？我不是玩的次，他就是可能想骂我，我也不知道为啥。你做铲屎刚开始的时候一般会想什么呢？就是很无语吧，觉得我每天都在伺候他，然后他也不让我抱，然后天天还咬我，然后挠我，真无语。然后铲。最想感谢 PS 的时刻是？我是一个就是喜欢 P 照片的人，喜欢调色，可以让照片变得更好看。可能你那天去的时候天气没有那么蓝，然后一调就变得很蓝。谢谢你。你觉得预言可以吸引走路粉的特质是什么？走路粉。哦，我说吸引走路粉是什么东西？真的假的？为什么看我走路会高兴啊？走得快不耽误时间。如果预言做导演，会给女霸总安排什么剧情呢？可能就是平时他不会做的那种事情吧。大家以为女霸总都是那种一栋楼埋他，除了这个全都给我包起来。然后有一天
破产了什么之类的。如果让你教一教如何夸女生才能夸到心坎上，我就只是实话实说而已。如果我夸你，那就是你真的是值得。之前有问过别人嘛？那预言会怎么答？会选择你爱的人还是爱你的人？那我觉得肯定无论如何，家人是胜过自己的。但是如果要是从其他角度来讲，就会有很多个角度。我爱的人吧，但是家人也是爱我的人啊，反正就是都要。明星迎接感染挑战，视情况分别举牌我敢和认怂，认怂超过2次即认证为怂王。敢不敢给吐槽过你的人提一个问题？好像没啥可问的呀。你吃饭了吗？我不知道问什么，我实在不知道问什么。建议他们人家开心比较重要吧，吐槽吐槽呗，反正我也不会在意，除非是我家里人吐槽我，我就会说，我说你生了，你为什么要吐槽我，天天嫌弃我？难道别人家的小孩才是最好的吗？我可能会这样。敢不敢说一下预言马甲线的摸后感？啊？这有什么不敢的？就挺好的呀，硬的。敢不敢拥有一个预言粉丝1分钟体验卡？我敢啊！你眼睛真大，你长得真好看，你真善良，你真可爱，你真善解人意，你真帅，你腿真长，你身材真好，你唱歌真好听，你跳舞真好看，你头发真黑。等一下，把自己身上有的没的，就算没有的优点也都能说一遍吧。因为爱你的人不就是带滤镜吗？敢不敢量一下手指的长度？你们这里真的好特别啊！为什么人家都是量腰围啊，量什么腿长啊？哇，还有指子真不错呢。你可以选2个你比较满意的。最长的手指头应该是中指最长吧，这也就9厘米而已。那个要这两只肯定一样吧？这2只，你是9， 10吧？啊10？这2个不一样吗？我手指不一样长吗？哎，我真不一样长。为什么手指不一样长啊？哎，真不一样长，你看还长出这么多一块来，就是10，还1厘米，好奇怪啊！敢不敢录一个怼脸喊起床的视频？起床了，这是谁呀？还不起床？不上班了，不上学了，快起床！再不起，打屁股喽！哦，真无语，人家不起床为什么要打屁股啊？真无语。起床啦，这是谁呀？还不起床？你不上学吗？不上班吗？赶紧起，不起就打你屁股喽！我一般跟我妹妹都这么讲话，打你屁股喽，了哦，要不要了哦？刮到了。姐姐语音包，动物语音包，动物语音包，小狗被砸了头，小狗被夹头，就这样吧。然后姐姐语音包就是要有点姐姐那个感觉。我如果抽到这种东西了，姐，你把那个给我看一眼，我看你是不是要算计我。撒娇哦。翻过来呀，你这个，你是不是想让我2个都录啊？真是救命！我感觉，哎呦我的天，我都已经这么大一把岁数了。为了新歌，救命！哎呦我的天！一个字我就不能开口，小笨蛋，真的救命！哎呦，小笨蛋乖一点，叫姐姐。也有感情，可是我已经很有感情了，我在克服着自己，强压着自己。那再来一遍啊！小笨蛋乖一点，叫姐姐。不了吧，没事儿吧，姐姐不用了，没关系，没关系，没关系。我是一个刚正播的人，不接受赠送。想要好玩、好准、好犀利的星座，就看同道大叔。我的新一批马上就要发行啦，大家可以准时收听哦。越被安慰哭的会越厉害吗？因为我本来就很少哭，然后其次只有我自己能安慰我自己，就你可能说的话并不会说到我的心坎里，所以我只能自己慢慢去平复我这个情绪。但如果你要说完全不安慰的话，那就我觉得没必要跟你做朋友了，对不对？那肯定是要安慰的耶。不哄你还嫌人哄不到点儿上，不哄吧你又生气。哎，这就是双子座嘛。